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9月4日啊，真係估唔到啊！台灣即係總統府賴清德總統咧，就係發表咗一番言論。呢番言論咧引嚟大陸好多網民咧，今次係點讚喎，唔係批評佢咯。佢就話咧，即係呢個嘅中國啊，對台灣念念不忘。咁但係啊，即係中國好明顯咧對台灣念念不忘嘅原因，唔係因為咩台灣係自古以嚟不可分割嘅領土，就唔係咁簡單啦。係有其他嘅政治原因。呢個政治原因咧，其實我之前都講過㗎啦。呢個就叫正統論。因為咧1949年前咧，其實毛澤東咧就周恩來以及即係呢個《新華日報》多次發表嘅言論咧，係支持台灣獨立嘅。咁但係49年之後點解改咗咧？就因為咧呢個嘅蔣介石啊，就退守咗台灣，樹立咗一支咧就係由國際上認可嘅政權啊，甚至乎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呢個中華民國在台北。即係台北咧，先係代表全中國嘅。咁但係咧，中國大陸嘅領土係暫時失去咗，佢係正統嚟喎。咁所以毛澤東啊，梗係唔能夠放過呢個嘅蔣介石啦。因為你視自己為正統啊，即係好似鄭成功，即係拎住延平郡王嘅名號，就喺呢個嘅台南咧建立咗政權啊。康熙帝都唔會接受噶。咁但係問題喺清朝以前，根本咧呢個台灣咧係不毛之地啊，根本台灣咧係完全咧冇呢個嘅中國嘅政權喺度咧建立過政權嘅，建立過實質嘅統治啊。澎湖列島又有澎湖水師，咁但係台灣就冇嘅。台灣咧基本上由原住民自己控制啦。咁喺台北度咧，西班牙人咧就喺基隆建立咗一個統治嘅地方。喺台南咧，荷蘭人咧就建立咗一個統治嘅據點。咁但係呢啲都係作為貿易據點嚟嘅啫。咁所以就唔係話咩自古以嚟不可分割，而係因為鄭成功咧打住咗南明嘅旗號啊。咁所以康熙帝就梗係覺得唔能夠接受啦，所謂嘅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啊嘛。咁所以一定係要收復台灣嘅，個原因就係因為正統。咁所以49年之後咧，亦都係因為正統論，就係因為咧台北咧係受到國際承認啊，所以佢唔能夠容許呢種情況存在噶嘛，一定係要收復台灣先能夠咧取代咗國際承認。咁但係後來1971年，因為中共咧長期咧就係即使國內餓死人都要支援阿非拉兄弟，所以就取得足夠嘅票數啦，就將呢個嘅中華民國啊喺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嘅位置就取代咗，而咧即係夠票數咧係將中華民國咧驅逐出去。咁蔣介石喺知道被驅逐前咧就主動退出咗。咁呢個係正統論嚟嘅。咁所以點解到而家咧仍然有啲人話係要收復台灣啊？就係因為以前毛澤東時代就要搶奪正統，而家佢哋後人咧，無論係鄧小平還是係後來嘅幾任領導人，尤其是而家嘅習近平啊，就覺得自己有歷史嘅責任啦，要繼承毛澤東，所以咁先就話要收復台灣嘅啫。咁而收復台灣，賴清德係點講咧？佢話：喂，如果真係為咗領土問題啊，就應該收復俄羅斯啦，因為俄羅斯啊，淨係呢個嘅唐努烏梁海啊，都相等於5倍嘅台灣領土啦，仲未計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以百萬計平方公里嘅地方喎。因為咧，無論台灣也好，還是係呢個清朝啊丟失嘅領土也好，其實都係大清時期丟失噶嘛。台灣係幾時丟失嘅？係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咧，1895年咧就丟失咗啦，台灣就將台灣咧割讓俾日本。咁然後1945年嘅時候短暫收復咗，係兩岸咧係得幾百年嚟，即係得呢個嘅清朝時期啦，係兩岸都係統治，即係同屬同一個政府大清啦。然後1895年就丟失咗，去到1945年咧又重歸於兩岸都係同一個政權，但係咧係得個4年時間噶咯，所以幾百年嚟咧，其實真係得清朝同埋45至49年呢幾年時間。係兩岸係同一個政府嚟嘅咯，咁所以佢為咗收復台灣咧，就建立咗啲論述，話咩中國嘅領土一點也不能少啊！賴清德話點解你唔收復呢個嘅黑龍江以北嘅地方啊？俄國啊，愛雲條約即係丟失嘅地方啊！咁大陸好多網民啊點讚喎，係其實而家俄國勢弱啊嘛，俄國勢弱嘅時期咧，又要靠中國去援助，先能夠打到烏克蘭戰爭。喺呢個時候啊，就要回翻。即係局部地區啦，海參崴啦，係咪一國兩制都得㗎？共同管治都得㗎喎。其實你提出嘅，咁當然啦，俄國外交部咧即刻出嚟咧就戰狼式反駁，話即係呢個戰狼式反駁咧惹嚟中國一啲嘅網民更加憤怒喎。就係佢俄羅斯就話啦，喺2000年啊至2004年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啦，其實就係。已經咧係談好咗㗎啦，呢個歷史問題已解決嘅，即係丟失嘅領土啦，所謂祖宗之地，尤其是
黑龍江以北嘅地方根本就係滿洲人嘅老祖宗之地嚟噶嘛，係滿洲人喺嗰度活動噶嘛。你丟失嗰啲地方咧，佢就話已經傾好咗啦，唔會收回噶啦。喂，咁而家咧，呢一方面就話要收回香港，收回香港係因為清朝丟失嘅，但問題清朝老祖宗嘅地方都丟失咗咯，咁你點能夠說明到自己而家中華民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係繼承清朝嘅領土啊？因為清朝發源地都丟失咗嘛，咁你點能夠話你嘅正統論係由大清去到民國，由民國再去到北京而家嘅共產黨政府咧？你係解唔通嘅呢樣嘢。咁所以咧，講道理咧，就係你發現咧，一定係講唔通嘅。賴清德咧，或者係其他人都講得有道理。咁唔單止係頭先我講嘅呢個中國東北嘅地方，中國西北嘅地方咧，唐努烏梁海咧係5倍呢個嘅台灣領土喎，一樣係丟失咗。而家中國嘅人啊，係竟然咧入稟法院，喺中國嘅法院問下唐努烏梁海到底仍是否中國嘅領土，竟然係被話係國家機密而不告知嘅。呢個就係大清時期丟失嘅。其實大清時期丟失嘅咧，就大部分都收回咗，就包括香港啦，包括呢個嘅即係明朝時期丟失嘅澳門啦，以及咧英國人咧係一早已經係廢除咗不平等條約，喺同呢個南京政府時期已經係廢除咗呢個不平等條約，還咗好多領土噶啦。其實咁而家仍然係忽略咗嘅地方咧，就係頭先所講呢個地圖上紅色嘅地方，即係淺紅色嘅地方，其實就係俄國人控制咗噶嘛。咁俄國人控制咗嘅地方係咁大，點解你唔去丟失嘅領土度討回咧？去俄國人度咁多機會，蘇聯解體嘅時候唔去討回，而家唔去討回，咁幾時討回咧？咁好明顯啦，賴清德所講咧係有道理，呢個唔係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係玩弄下啲小粉紅嘅情緒嘅啫。因為其實仲有好多領土噶，就包括咧呢個白頭山。即係朝鮮人啊，叫做白頭山，因為朝鮮人咧就話自己嘅祖先咧由白頭山嚟嘅。但係呢個白頭山、長白山啊，其實亦都係滿洲人嘅發源地嚟嘅。而家咧就係拱手相讓咗俾呢個朝鮮啊，其實就主動咧係退回嘅因為朝鮮同埋中共係兄弟國啊嘛。同樣道理，越南咧九段線裏邊嘅部分領土咧，就一早係已經由毛澤東時期交咗俾越南嘅咯，呢個唔係一點也不能少喎。原本11段線嚟嘅喎，而家就係部分領土就交俾越南喎。咁嗰啲都係一個即係祖宗嘅領土嚟嘅，所以祖宗領土不可丟咧，其實就係政治考慮嚟嘅啫。呢個令我諗翻起咧，中國喺5代十國時期咧，亦都有同樣嘅考慮，就係宋太祖趙匡胤宋太祖趙匡胤咧，就建立咗政權建立咗呢個嘅趙宋政權。咁但係當時有一個問題啦，就係燕雲16州。燕雲16州喺石敬瑭時期咧，就因為咗要維持自己嘅政權，就同契丹人啦，或者讀契丹人啦，或者讀契丹人啦。咁我自己係中意讀契丹嘅，其實契丹。咁就係勾結，就變成咗兒皇帝就將呢個燕雲16州咧拱手相讓。燕雲16州咧自古以嚟都係中國不可分割嘅領土啦。由戰國時期燕國已經係佢哋嘅領土嚟噶嘛，就丟失咗啦。而呢個遼咧就喺呢個嘅燕京裏邊咧就成立咗南京政府咯。呢個南院大王啊嘛，金庸小說裏邊嘅喬峰蕭峰就係做過南院大王喎，就喺嗰度駐守嘅。所以當時咧趙匡胤就考慮到呢點，喂，契丹人咁強。咁所以我哋唔好直接同佢硬碰硬而呢個嘅北漢就同呢個契丹人咧係互相連成一氣，同氣連枝喎。所以咧亦都咧喺建立政權之初咧就唔好北伐，因為佢哋係最大嘅威脅嚟㗎。其實即係由呢個嘅趙匡胤黃袍加身嘅時期，就話呢個北漢同契丹咧係諗住揮軍南下打入去呢個嘅汴京啊嘛。咁其實就係喂好危險嘅，長驅直進喎。由今天嘅北京去到開封，你其實好短路程嚟嘅啫。咁所以咧，當時趙匡胤咧就諗咗個方法，就叫先南後北。先咧就平定咗南邊嘅一啲嘅國家，就包括咧最主要係南唐啦，南唐李後主啊嘛，就平定咗南邊嘅國家，同埋呢個嘅四川等等呢個後蜀或者係呢個嘅廣東都有政權嘅。咁當時香港咧就係隸屬於廣東嘅政權啦。呢個後漢政權啦，呢個廣東嘅政權啦，亦都係一平定之後咧，先至諗住咧向北伐。咁但係當時趙匡胤已經死咗啦，呢個嘅趙光義就係
太宗咁啊繼位啊嘛，咁啊一次又一次想北伐，咁但係咧節節失利喎，咁啊最終咧就後來呢個嘅契丹人咧亦都係要報復啦，就揮軍南下，就變成咗咧就喺禪州度咧就簽訂咗和約，就寫成咗呢個澶淵之盟，就宋遼咧結為兄弟。咁呢個故事咧其實就係咁樣嘅，咁所以咧而家有啲民族主義者，所謂小粉紅咧粉青們咧就話：喂，而家我哋都係先易後難嘅。先收去咗香港，香港係最容易噶嘛，因為當時咧就係啱啱咧改革開放，中國仲係一窮二白，咁所以亦都係打完咗呢個嘅中越邊境戰爭喎，咁啊氣勢正盛噶，咁所以你當時英女王啊，雖然咧就喺戴卓爾時期就喺福克蘭群島啊贏咗一場仗，咁但係要守護香港咧，英軍係毫無招架嘅。當年日軍打嚟嘅時候啊，英軍都冇招架啦，日軍咁遠水路打嚟都冇招架，何況呢個解放軍？咁有啲人又話唔會嘅。中國當時咧仲有經濟噶嘛，仲要考慮改革開放會唔會啲人撤資噶嘛，仲要靠香港，咁呢個講法係非常天真啦。因為啱啱咧呢個嘅82年咧中英談判開初之際，其實中國大陸咧仲未累積起啲咩上嚟，佢哋嘅所謂改革開放咧主要係透過包產到戶，就由即係要吃糧找子陽，就找趙紫陽啊。就係趙紫陽同萬里咧搞包產到戶啊嘛，咁所以當時嘅經濟啱啱開始好起嚟咧，就唔係靠外資，外資咧喺呢個嘅東莞啊、深圳啊或者係廣州、珠海咁有少少嘅工廠，但係都係影響力好細，所以一夜回到解放前咧，即使中英打一場仗咧，對當時嘅共產黨咧都唔係好傷嘅啫。咁點解要咁做咧？點解呢個鄧小平啊要係急於即係同越南打場仗，亦都急於收回香港啦？係因為共產黨嗰個信仰破產啊嘛，呢個嘅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啦，經歷過呢個嘅中國前30年嘅動盪，呢個社會主義同埋共產主義咧，大家知道係唔行唔通噶咯，咁所以咧佢鄧小平所謂嘅喺歷史決議裏邊咧就解釋咗，喂，唔可以急於求進喎，唔可以急於發展呢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謂唔急於發展咧，其實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即係唔發展啦。即係放下咗呢個呢個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啦。雖然打住共產黨嘅名號，打住共產黨名號係希望紅一代紅二代可以永坐江山啫嘛。所以佢哋要諗另外一個意識形態去取代咗呢個嘅傳統嘅馬克思主義、恩格斯、列寧、史太林道路。毛澤東思想就要取代，咁啊咩啊？最有效就民族主義咯。所以中越邊境戰爭打一仗，令到鄧小平嘅威望咧係可以鞏固落嚟，令到咧黨內一啲咧本身咧極左嘅分子咧係收聲，然後馬上談香港問題。香港問題仲要非常強硬，寸步不讓。個原因就係要樹立自己嘅威望，可以繼續永坐江山啊嘛。咁香港談好啦，梗係談埋澳門啦，係咪啊？談完澳門嘅時候咧，就話將香港、澳門啊成為一國兩制係台灣嘅示範點，就係令到啲人相信咧，佢有機會收回台灣。而家香港同埋澳門啊，如果搞得好啦，50年不變啦，慢慢咪收回台灣咯。所以令到黨內最激進、最左嘅勢力咧係收聲。而家習近平點解咧對台灣係非常高調啊？以前胡錦濤、江澤民時期其實台灣都各自爭議㗎啦。雖然呢個江澤民時期咧，李登輝喺台灣咧就提出咗兩國論。而呢個海峽兩岸咧係不斷咁即係互射飛彈做即係演習，但係當時嗰個氣氛咧同今天係不能相提並論。當時大家都知有做場戲，就好似毛澤東同蔣介石喺金門炮戰係互射炮，大家約埋一齊射炮嘅啫。呢個叫金門約炮其實大家做一場戲，即係嗱，蔣介石話：我射過嚟呢度福建，就證明我哋未放棄收復大陸、光復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毛澤東射去金門，又話俾你知咩？我哋遲早要統一台澎金馬，係一種約炮行為嚟嘅。咁而呢個嘅李登輝、江澤民嘅時期咧，都係一種咧演習嚟嘅啫嘛，唔係實際嘅軍事行動嚟噶嘛。但係而家唔同喎，而家呢個習近平咧就3日唔埋就飛越中線呢個嘅台灣上空咧就飛過佢嘅飛機。咁喺國際上咧嗰個生存壓力咧越嚟越細，台灣咁所以變成咗咧係有存亡危急之際喎。而台灣島內無論係呢個嘅親民黨原本係而家就係柯文哲嘅勢力，還是係國民黨喺經濟上慢慢都靠攏大陸噶咯。台灣嘅藝人林依晨都話我是成都人佢阿爺係成都人，咁唔緊要嘅，其實都係台灣人敏感啲啦。我阿爺係潮州人啦，我阿爸同我都喺香港出世，但係我都同人講我自己係潮州人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中國人嘅籍貫祖籍郡望呢啲咧係刻骨銘心嘅。
即係注入我哋嘅血液裏邊嘅。有啲人係咁樣認同得，咁但係當然啦，台灣嘅藝人未必係完全係咁。咁佢翻去大陸咧就係做一啲嘅討好行為，好似香港藝人李國麟送個女去英國讀書，但係喺大陸咧即係賣下啲直播啊、小龍蝦賣嗰啲嘢咧賣唔出。如果走民族主義路線咧，有人會關注佢，可能賣得出。咁呢啲我亦都同情地理解嘅。即係對於冇公權力嘅人咧，我一般都唔會太嚴苛批評嚇。咁但係呢個嘅即係今天咧，無論係習近平也好，還是係整個共產黨也好，佢哋個意圖都好明顯，就係要將台灣收復，成為團結黨內一個最有力嘅一個手段啊！咁當然其實咧，賴清德講得啱喎，你要團結黨內，你收復翻呢個嘅海參崴都得嘅喎。你可以而家同普京講啊，不如海參崴我哋共管啦，主權交翻俾中國，治權可以繼續俾你俄國人，因為其實而家住喺海參崴大部分都係俄國人嚟噶嘛。咁其實又唔緊要嘅，我諗啲俄國人亦都唔會太過尷尬喎，係嘛？住喺海參崴俄國人，你俾埋本中國護照，俾個雙重護照。可能佢哋又開心喎，佢哋同中國都好多做生意，或者派錢，每人派2萬蚊人民幣，咁大家都高興喎。咁其實習近平都可以用呢一招團結到，令到自己永續執政啊嘛，就唔需要對台灣念念不忘，而且打台灣嘅成本咧，遠比土回啊、唐努烏梁海或者海參崴呢啲咧係高好多，因為台灣係國際航道嚟嘅。如果你一旦咧係壟斷咗台灣嘅海峽嘅話咧，所有美國嘅貨、歐洲嘅貨物穿越呢個嘅台海咧，都係有困難喎，因為而家南海雖然中國話自己有10段線、9段線、11段線點都好啦，佢實質上係公海嚟噶嘛，即係解放軍、海軍唔敢喺南海度有咩舉動噶嘛，因為南海涉及嘅國家係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菲律賓、印尼等等嘅國家。即係你唔夠膽喺南海咧同呢啲國家一齊打場仗噶嘛，而且背後仲有西方嘅勢力喺度，有美軍有英軍有等等，因為呢個係國際航道嚟嘅。但係台海如果一旦係徹底武力統一咗咧，就唔同啦。你可以咧光明正大切斷咗韓國同埋日本關島所有補給嘅，以後韓國、日本如果要去西方咧嘅船隻就要繞過台海去菲律賓海，即係嗰個航行就遠咗好多，而且安全亦都構成危險嘅。咁呢個就係等於日韓嘅命脈咧，就俾中國掌握咗。所以點解美國由1949年開始都要用唔同嘅形式去保護台灣呢？一開始係中美防衛條例，79年之後台灣關係法，就係要將台灣變成第一島鏈，就唔希望咧日本同韓國咧係徹底被切斷啊嘛。咁當然韓國有啲嘅總統亦都未必咁諗嘅，佢哋睇到嘅就短期嘅。咁所以如果呢個嘅習近平要建立威望，我自己建議喺呢個時候咧就援助普京10億20億美元，咁點都好啦，係咪啊？10億20億美元可能太少係嘛？1000億美元，即係你點樣都好啦，係咪？咁你就攞翻部分嘅領土，你都可以咧馬上咧搞好多回歸慶祝嘅活動啊！你可以令到自己係永垂不朽喎，可以甚至乎建立儲軍，好似朝鮮金氏政權咁啊！因為小粉紅咧就唔係好識呢啲嘢，我識呢啲嘢就唔做小粉紅噶啦。但係你又覺得即係佢哋與有榮焉啦，就覺得好高興啊，然後就會建立咗無限嘅威望支持。因為大部分人咧都係一般見識嘅啫，即係好似好笑嘅喺我拍呢條片前1-2個鐘咧，有人出咗條片喎，有人 cap 咗俾我，真係建議大家唔好 cap 俾我啦，好笑。佢話咧我睇唔過眼黑悟空嘅成功，然後詆毀黑悟空咧有政治隱喻喎。咁首先我講話呢個《西遊記》有政治隱喻咧，我完全係引用民國初年嘅學者薩萬姆嘅研究，一個著名嘅著作《西遊與中國古代政治》呢本書，我完全係引述佢講嘅內容嘅，而我冇詆毀呢個嘅黑悟空個 game，亦都唔好睇唔起、睇唔過眼黑悟空。我每日都玩緊喎，而家我每日都抽半個鐘1個鐘去打機喎，等個女瞓咗覺我就落嚟打 PS5 我哋覺得幾好玩喎，因為我對中國文學真係好痴迷咁所以睇呢啲悟空西遊嘅故事咧，我都玩到好開心啊！但係嗰啲人就製造謠言啊嘛，咁所以利用謠言咧，即係唔緊要佢喺聽眾嘅質素係咁低嘅啫嘛，咁所以同樣道理，小粉紅質素係咁低嘅，咁你喺呢個唐努烏梁海，你求其攞翻100幾十公里嘅領土，你都可以咧建立自己無限嘅威望嘅。所以政治咧只有利益
嚇，而冇所謂嘅民族同道德，民族道德就係政治家玩弄你嘅一種手段嚟嘅啫。Anyway，今日就講到呢度啦。Patreon 啊，15蚊美元就可以聽翻我嘅課。咁我建議李國麟啊都可以參加嘅，因為佢去到大英博物館啦，就對住人哋河東捐嗰啲河東家族後人捐嗰啲文物咧，就話呢啲這是我們的，這是我們的，全部都係英國人，你真去偷。就係搞錯晒啦！我都話大英博物館有關中國文物啦，一大半咧都係捐贈或者考古發掘翻嚟嘅。咁搶同偷係有，咁但係咧搶同偷好多都係士兵咧嗰啲後代咧捐贈出嚟或者係拍賣翻嚟嘅。咁英軍直接搶嘅咧係有喺度嘅，但係個比例咧就唔係佢哋想象中咁多。但係小粉紅就唔懂呢啲咧。OK，anyway，今日講到呢度啦。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呢啲啦。咁如果李國麟想參加可以 PM 我可以俾個 discount 佢嘅。OK，今日講到呢度，拜拜。